各位朋友，大家好。太子李弘去世以后，高宗李治追谥他为孝敬皇帝。历史上有很多儿子追谥父亲甚至祖父为皇帝的，但是父亲追谥儿子只有这一例。高宗李治也算是兑现了对他儿子的承诺，最终让他当上了皇帝。一向节俭的高宗李治和武则天破例的要为他的爱子建造一个庞大的栖息之地，叫做宫陵。大家看到了，没错，是陵而不是墓。陵是只有皇帝才能享有的死后居所。李弘去世以后，高宗李治的身体状况是越来越差，所以必须要马上立太子。所以很快，李治与武则天的第二个儿子李贤就被封为了太子。李贤这个人在皇室子弟中也可以说是少有的俊才，他是文武双全，而且是一表人才。他当了太子以后，多次监国，表现都是非常的优异，得到了朝内大臣的一致称赞。他的父亲高宗李治对他也是非常的满意。但是这些赞誉并不能使太子李贤满足，因为他仍然感到缺少了一句最重要的夸奖，就是来自于他的母亲武则天。武则天并不喜欢他这个儿子。一个母亲如果有很多个孩子，可能会有一个或两个是自己不是特别喜欢的。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有时候连母亲自己都搞不清楚。也许是和这个孩子出生时的一段经历有关系。在以前的视频节目中，我曾经给大家讲过一个春秋时期的故事。故事的主人公叫郑庄公，他还有一个小名叫戊生。戊生的意思呢，就是出生的时候腿先出来，这样生产过程中就给他的母亲庄姜造成了极大的痛苦。到后来，庄姜是怎么也看不上他的这个儿子，即便戊生是他的长子。再后来，庄姜和他的幼子何毛企图夺取郑庄公的王位，这也最终导致了郑庄公说出了那句绝情的话，叫不到黄泉永不相见。郑庄公和他的母亲庄姜最后是有了一个还算美好的结局，母子二人在大臣颍考叔的帮助下是进士前贤。但是武则天和李贤这对母子，他们的结局就远没有那么美好了。武则天在生李贤的时候也是经历了一番痛苦的磨难，这也许就是后来武则天再见到李贤的时候总想起那段痛苦的回忆，所以对这个儿子怎么也爱不起来。那么武则天是经历了怎样的磨难呢？李贤是出生在公元654年的12月，或者是在公元655年的1月。他并不是在皇宫中出生的，而是出生在了路上。因为这时候高宗李治要带着那时候还是昭仪的武则天去昭陵去拜祭他的父亲唐太宗李世民。那时候的皇后还是王皇后，不过已经是完全失宠。李治之所以带着当时的武昭仪去拜谒昭陵，也是在向世人，同时也是向他的先父释放一个信号，就是这个女人是他所认定的将来的一国之母。武则天当然知道高宗李治的用意，所以尽管那时候他即将分娩，依然决定要与夫同行。长安离昭陵呢并不算远，路程呢大概需要2-3天的时间，但是古时候车中的取暖设备等等各方面条件呢都不是很好，道路也是崎岖不平，特别是到了昭陵的山底下还要走一大段长长的山路，所以可以想象这一路上武则天所遭的罪。祭祀的时候呢还要走几十道的程序，有时候还要跪起，还有那么多的祭品都需要武则天亲自的摆上。这些事情按照礼法是不可以请旁人帮忙的。即使李治心疼自己的老婆，也只能看着武则天挺着大肚子在那里忙来忙去。史书上没有记载武则天是在去的路上还是在回来的路上生的李贤，但不管是去还是回，这次祭祀大典对武则天来说都是一段痛苦的经历。我有点好奇，李治是如何介绍武则天给他的老爸李世民的？他会不会说，老爸给您介绍一个人，这个人呢也不是外人，您也认识，以前跟您是什么关系，现在跟我就是什么关系？
这事儿可能一句两句说不清楚，也不大好意思说，干脆您就睁只眼闭只眼吧。他的老爸李世民活得很明白，死了更明白。在陵墓里可能就这样回答他的儿子李治，说：儿子，你就放心吧，我现在不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我现在是两眼都闭上了，你爱怎么着就怎么着吧。这是一种可能，就是武则天在生李贤的时候呢，遭了很大的罪，所以这段痛苦的经历影响了以后他和李贤之间的关系。还有另外一种可能，这种说法呢，还得到了后世很多人的认同。是什么呢？是说武则天不喜欢李贤最根本的原因，就是因为李贤根本不是他的儿子。当时宫中盛传李贤是唐高宗李治和武则天的姐姐武顺所生的孩子。因为那时候武则天得宠，所以呢，武顺和他的母亲荣国夫人杨氏就有机会经常进宫去探望武则天，这样就有很多机会接触高宗李治。武顺那时候正好新寡，她的丈夫贺兰月时去世，留下了一对儿女，儿子叫贺兰敏之，女儿就叫贺兰氏。武顺那时候大概31岁，成熟妩媚，而李治呢又多少有一点恋母情节，这点呢在我以前的视频节目中也有过介绍。所以两个人的关系呢很快就有了质的飞跃。正赶上那时候武则天正怀着长子李弘，不能与李治同房，又不愿意把李治送回到萧淑妃或其他的妃嫔那里去，所以呢，对自己的丈夫与自己姐姐的这种关系，也就持着比较开放的态度。李治不光是喜欢上了武顺，连武顺的女儿贺兰氏也一并的收了进来。那时候贺兰氏不过才有10几岁，所以大家想啊，李治这身体怎么能好得了啊？再后来，据说武顺就给高宗李治生了一个儿子，就是李贤。武顺后来被封为韩国夫人，他的女儿贺兰氏被封为了魏国夫人。武顺后来病死了，也有一种说法呢，说他是被武则天逼迫自杀，或者说是被武则天毒死了。但是呢，这些说法都没有什么史料依据。而他的女儿贺兰是魏国夫人，却真的是被武则天所毒死的。当时是他娘家的2位亲戚给他送来了一些土特产，武则天呢暗中让人在其中下了毒。魏国夫人觉得是从自己的娘家送来的食品，所以就放心的食用，就这样被毒死了。武则天还以此为由，把她娘家的那2个亲戚也一并诛杀，算是报了当初她和她的母亲杨氏夫人在父亲去世以后被武家子弟排挤羞辱之仇。因为武顺在宫中并没有任何的名分，所以他与高宗所生的这个儿子李贤也就交由武则天来抚养，对外就声称这是武则天所生的第2个儿子。刚才我说的这些呢，都是当时宫中的流言，但是之所以流言能够传得如此沸沸扬扬，就是因为确实有些事情呢显得特别的蹊跷。第一，就是刚才提到的武则天大着肚子去昭陵祭拜，很多人认为呢这不大可能。而且如果武则天真的是在昭陵那里生产的话，那对先皇的灵柩绝对是犯了大不敬之罪。因为古代人认为女人的产房是一个污秽之地，所以作为帝王是绝不可以踏入的。如果武则天真的在昭陵生产的话，那她的罪过可就大了，礼部那些官员绝对会把她弹劾到底。再有一个蹊跷的地方呢，就是武则天这几个孩子的生产的时间。武则天的长子李弘是出生在永徽4年的年初，而次子李贤据称是出生于永徽5年的12月份。按说这个时间间隔应该是没有什么问题的，虽然说看起来只相隔1年，但因为一个是在年初，一个是在年尾，所以呢总共间隔差不多将近2年的时间。2年的时间对于一个女人来说，生2个孩子应该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但是问题就出在生李贤之前，武则天还生过一个孩子，就是我们提到过的安定公主，那个尚在襁褓中就抱足，又有人说是被武则天杀死的那个小女孩，她也是出生在永徽5年。这样就把本来比较宽松的这2个孩子之间的时间间隔一下子就拉得非常的紧。
要在这不到2年的时间里生3个孩子，在理论上是有可能的，但是呢，必须是生完一个孩子，在哺乳期的时候就要受孕，准备生第2个孩子，而且后面的2个孩子都要做同样的操作才能够做到。所以说，在理论上虽然有可能，但是在实际操作中，确实是有相当大的难度，成功的几率也不会很高。如果这种说法真的成立的话，就是说李贤并不是武则天的亲生儿子的话，这种说法呢，倒是能够很好的解释以后发生的事情。在以后，武则天废掉了李贤的太子之位，而且逼其自杀，也就有了一个很好的解释。武则天杀的并不是他的儿子，而是他儿子们的竞争对手。但是啊，这种说法有一个巨大的漏洞，这个漏洞足以使这种说法变得绝无可能。这个漏洞是什么呢？就是如果李贤不是武则天的儿子，那么李弘去世以后，为什么李治和武则天还要拥立他为太子？李治和武则天当然知道他的生母是谁，凭他生母的身份，他是绝对没有资格继承太子之位的。李治和武则天完全可以找一个理由，让比他年幼一些的李显或者李旦继太子位。如果当时在立谁为太子的问题上，武则天和李治2个人共同做决定的话，武则天绝对不会允许立一个不是自己亲生儿子的人做太子，而把自己2个亲生儿子晾在一边。李治自然也不愿意这样做，因为这样做的话会给日后的政坛留下隐患。因为等到他驾崩以后，强势的武则天绝对不会允许坐在皇帝位置上的不是自己的儿子。仅此一点就可以说明这个流言不真。但即使是不真的流言，也同样具有杀伤力。太子李贤在宫中就听到了这样的流言，他非常的紧张，因为他知道决定他坐在太子这个位置上的，不仅仅因为他是高宗李治的儿子，而且还因为他是武则天的儿子。所以李贤是非常的紧张，他非常的希望能得到他母后的认可，但是他的这位母后似乎从来就没有真正关心过他。在史书上有很多关于武则天和其他3个儿子的互动，表明他们之间的母子关系都非常好，但是唯独没有和太子李贤的互动。李贤越紧张，越容易做错事，也就越容易遭到武则天的责骂。武则天曾经送给他2本书，一本书叫《少阳正范》，一本书叫《孝子经》。少阳正范是教他如何做太子，孝子经是教他如何做一个好儿子。但实际中的责难的意思已经是昭然若揭。李治每天都过着这样的提心吊胆的日子，他的不满的情绪也在慢慢的滋生。这些情绪就像一个酝酿着爆发的活火山，在等待着那一时刻的来临。很快，这个时刻真的来了。带来这个时刻的是一个人，他叫明崇俨，一个很有神通的道士。明崇俨是一个县令之子，当年呢，他从一个县吏中学到了一些法术，后来他又学了一些道术、一些巫术和一些医术。他自己不知道从哪里找来了一些独特的药物，开始为病人治病。慢慢的，他的名声也就越来越响。他曾经治好了一个刺史大人女儿的病，从此名声大振。很快，高宗李治也知道了这个人。这时候的高宗呢，正受风疾的困扰，可以说是苦不堪言，特别是头疼，发作起来以后是非常的痛苦。明崇俨经人介绍进了宫，专门给李治医治，没想到还非常的见效。李治头疼的症状是大为改善。至于明崇俨是怎么做到的，这个呢，在史书上也没有什么具体的记载。我猜他可能是找到了一种能够止痛的药物，比如说大麻之类的，所以呢，可以暂时减轻李治的痛楚。而且这些药物呢，可能也具有一定的成瘾性。李治也就慢慢变得离不开他了。明崇俨这个人呢，还有一些神通。有一次啊，李治想试试他是不是真有法术，还是只是一个江湖骗子。李治呢，让乐师们到一个洞里啊去奏乐，然后呢，他和明崇俨来到洞口。李治呢，就对明崇俨说里面在奏的什么东西一点不吉祥，你让他们不要再奏下去了。明崇俨就顺手画了2道符，挂在了门口。随即音乐骤止，
后来李治问那些乐师们为什么停止奏乐了，那些乐师们就说他们突然看见了一条怪龙冲了进来，他们非常的害怕，所以就四散跑开了。明崇俨是越发得到了高宗李治的信任，他自己呢也不由得开始膨胀起来了。他经常以神鬼之论来评论朝政，有些观点还得到了高宗李治的认可。有些史书上说明崇俨和武则天有着一些不正当的关系，因为据说明崇俨本来就是一个大帅哥，他进宫以后就和武则天勾搭出了私情。其实最宠明崇俨的并不是武则天，而是高宗李治，因为高宗李治离不开他。在历史上啊，很多文人就喜欢把淫乱这件事情呢栽赃在一个女人身上，似乎这样就可以把这个女人批倒批臭，算是击中了要害。这种做法起码在格调上来说就是很低的。仗着唐高宗李治的宠信，明崇俨是越来越膨胀，他开始干涉起了皇室的家事。他曾经私下里头和武则天说从面相上看，李贤不能继承大统，而三子李显却状似唐太宗李世民，相王李旦也是生就了一副富贵相。这话后来就传到了李贤耳朵里，李贤从此对他是记恨于心。公元679年，明崇俨在家中遇刺。当时啊，人们对他的死因有3种说法，一种呢是说为鬼神所杀，因为明崇俨平时就喜欢一时鬼足嘛，所以呢可能没有玩好，把自己玩进去了。这是当时的老百姓普遍相信的说法。还有一种说法呢是被入门的窃贼所杀。第3种说法，也就是武则天最相信的说法，是被太子李贤派人所杀。虽然说高宗李治和武则天对此案都非常的重视，还专门成立了专案组，但是查了半天也没有查到什么相关的证据，这起案件似乎就要不了了之。但是武则天并不甘心，她秘密地派人去东宫搜查了太子府，无意之中却有了一个重大的发现，在东宫太子府的马厩里发现了几百具铠甲。按照当时唐朝的法律，私藏铠甲属于谋逆罪，私藏2副铠甲就可以被定死罪。李贤居然私藏了几百具铠甲，这足够杀他几10回了。案情重大，高宗李治特别委派薛元超、裴炎还有高志洲3位大臣审理此案。从这3个主审官的人选上就可以看出，高宗李治当时是掌握着实际的权力的。这几个人都不是武则天的心腹。裴炎虽然曾经一度依附于武则天，但是当武则天决定要称帝的时候，裴炎是坚决反对，而且呢，他还卷入了徐敬业的谋反大案，最后是被武则天诛杀。薛元超这个人呢，我记得以前跟大家讲过，他的姐姐叫薛婕妤，可以说是高宗李治的启蒙老师。在历史上一说起薛元超，就会想起薛元超说的自己的人生3大憾事。第一件事是没有中进士，第2件事是没有修国史，第3件事居然是没有娶武姓女为妻。那他娶的妻子是谁呢？他的妻子是李元吉的女儿，李渊的亲孙女何敬县主。等于在他心目中皇帝的亲孙女还不如那武姓女呢。随着案件的进一步审理，很快就又有了一个重大的进展。是什么呢？是李贤的男宠，一个叫赵道生的人，他供认是李贤让他潜入明崇俨府，刺杀了明崇俨。刚才说到的是男宠，没错，李贤和他的叔叔李承乾一样，也有着断袖龙阳之癖，一切都是证据确凿，谋反之罪被坐实了。也许有人疑问，这是不是武则天制造的一起冤案？武则天在历史上可是制造了不少冤案呢。特别是在他执政期间，任用酷吏来俊臣、索元礼、周兴以及丘神纪等人，可真是冤杀了不少人。可是这起李贤的案子却并不是一起冤案，主审此案的人是由高宗李治指派的，而且都是亲李治的一干老臣。李治得知这个审理结果以后呢，还是宅心仁厚，希望能够赦免他的这个儿子。但是武则天坚决不同意，她说李贤这种行为是不仁不孝，
他私藏这么多铠甲，意欲何为？当时的朝堂之上，权力都集中在天皇和天后手里，并没有像以前长孙无忌那样的权臣。那么他又针对的是谁？只能是他的父亲或者母亲，更有可能的就是与他关系不睦的母亲。不管他这几十副铠甲是想用来防御，还是想用来进攻，这一行为本身都是对母亲的大不孝。再有，他派人刺杀明崇俨，且不说明崇俨当时已是朝中的正四品的大员，明崇俨存在的最大意义，就是在高宗李治头痛的时候，他能想办法让他减轻疼痛。在当时，除了明崇俨以外，没有人能做到这一点。可李贤却因为自己的一时之怒，而杀了能为自己父亲治病的唯一的一个医生，任凭他父亲忍受病痛的折磨，这一点也是大不孝。这些道理摆出来以后，高宗李治也是无话可说。最后，李贤被剥夺太子之位，贬为庶民，幽禁于长安。到了1年以后，也就是公元681年，高宗李治又下了一道圣旨，把李贤贬到了巴州。为什么要把李贤从长安轰走呢？因为这时候高宗李治的身体已经是越来越糟，他必须要为这时候的太子李显登基做好一切准备，扫清一切的障碍。而还被幽禁在长安的前太子李贤，对现任太子毕竟还是个威胁，所以也是为了保全李贤的性命，高宗李治就把他贬到了巴州，离开长安这块是非之地。公元683年12月，高宗李治驾崩。这是一位在历史上被严重低估的君王，但实际上他是实实在在的一代英主。他开创的永徽之治，巩固了贞观之治的繁荣，也为今后的开元盛世打下了很好的基础。他不是在唐太宗李世民和武则天这两座高峰之间的低谷，他是两座高峰之中的又一座高峰。而在仁孝，在对感情亲情的坚守这方面来说，他又隐隐有高于身边两座山峰之势。高宗李治驾崩以后，太子李显继位，就是后来的唐中宗。时间是在公元684年的1月。在同一年的3月份，武则天派遣手下的大臣丘神纪去巴州去检查李贤的居所。丘神纪到了巴州以后，擅作主张，把李贤单独关押在了另外一个居所，而且逼迫李贤自尽。李贤就这样结束了自己32岁的生命。武则天知道以后非常生气，就把丘神纪降为了刺史，但是没过多久又官复原职。这时候的武则天已经不仅仅是实际上的掌权人，她在名义上和实际上都是唯一的一位掌权人。因为这时候唐中宗李显已经被废了，他已经被贬为了庐陵王，他在位只有不过短短的2个多月的时间。他被废也不赖别人，也是自己玩得太过分了。他坚持要把他的岳丈，也就是韦皇后的父亲提拔为侍中这样的高官，遭到了裴炎的反对。情急之下，李显说了这样一句话，说我是皇帝，我就把天下都给了我岳丈，又能怎样？这话自然就让武则天知道了。武则天想，你小子还真大方，我辛辛苦苦为你挣来的这份江山，你说给人就给人啊？你问过我同意吗？于是一怒之下，武则天就把他贬为了庐陵王。那么废了李显以后，武则天派人去巴州，又意欲何为呢？他是派人去杀李贤吗？还是说想把李贤招回去？所有的史书，包括《旧唐书》，都没有提到武则天派丘神纪去是要去逼死李贤。《旧唐书》认为这是丘的自作主张。那么丘神纪哪来的这么大的胆子，敢逼死武则天的亲生儿子？武则天如果真是想要杀死李贤的话，又何必采用这种公开的方式为自己留下骂名呢？20年以后，唐中宗和唐睿宗分别2次加封李贤，又把他的陵墓迁到了乾陵，与高宗李治合葬。在那时候所立的墓志铭中，并没有提到丘神纪是逼死李贤的凶手。如果李贤之死是丘神纪所为的话，那么他的名字一定会被刻在墓志铭之上。那么李贤到底是怎么死的？
或许这里面还有着很多不为我们所知的隐情，又或许这答案可能非常的简单，李贤就是自杀，而且并不是被什么人逼迫而死，是他真的万念俱灰，想一死了之。大家可以想象一下李贤最后的那段日子，他本来被幽禁在长安，虽然说已被贬为庶民，但是呢，毕竟还是生活在政治中心，他或许还有机会。可是等到高宗皇帝把他贬到了巴州，又得知他的弟弟已经继位的时候，再经过了从长安到巴州这样长途的艰苦的旅行，他可以说是身心俱疲。这时候再碰上一个以酷吏著称的丘神纪，说出一些羞辱的话，恐怕这时候已经突破了他心理上的最后一道防线。也许他觉得这时候死对他来说是一个最好的选择，也可能只有他死才能为跟随他的家人、他的正妃房氏和他的儿子换来更好的生活。果然，李贤死了以后，武则天在显福门为其举哀，并且恢复了他雍王的王位，他的夫人、妃嫔以及儿子也都重新过上了比较好的生活。这也是前太子李治能为他的家人做的最后一件事情。夫天地者，万物之逆旅也；光阴者，百代之过客。而浮生若梦，为欢几何？时光荏苒，李治和武则天以及他们的6个孩子终于可以安静地躺在乾陵，这个唐代18陵中唯一没有被惊扰过的皇陵之中了。这时候他们之间再也没有隔阂、猜忌，也没有那么多的未解的谜团。如果这时候再让武则天做一个选择，让她以天下之大、以社稷之重、以权势之盛来交换儿女承欢膝下，共享天伦，他会愿意吗？好的，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关于唐朝的故事呢，我们还会继续下去。一些新的历史人物慢慢的登上了舞台，比如这时候的上官婉儿已经站在了武则天的旁边，为她草拟诏书。这时候的太平公主也刚刚嫁给了她心中的白月光薛绍，开始享受她一生中最美好的这段时光。历史的大幕慢慢的落下，也会被慢慢的拉起，台上的人物变了，故事也会略有不同，依然不变的是同样的人生百态，同样的悲欢离合。好的，感谢大家收看本期节目，欢迎大家点赞订阅，咱们下期节目再见。